艺术家可以贡献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对我们下一代小朋友。策划园区最终的应该是属于整个台湾的啊，能够属于整个华东的。我是2008年从台北搬到台东，那其实在30年前，1980年代晚期，我那时候住在长岛，环境也是很漂亮。当一个艺术家，每天在画室、在工作室里面工作，我觉得我好像对社会完全没有贡献，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想说，我要在长岛这个地方，每年夏天开放我的工作室，让游客、让访客进来，也经验一下美丽的大自然，还有艺术品，以及户外的自然景观。后来搬到台东以后，慢慢，这个念头又出来。正好总裁也在台东做公益平台的事，所以我就跟他聊起来。结果总裁非常赞成。在我的一生中，我自己期许我是观光文化的规划师。可是当姜老师谈到说想要在这边做一个画室，然后可以给大家欣赏的时候，我是见猎欣喜，因为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机会，因为我知道那个是可以把整个的花东带到另外一个高度的。我是没有看到那么远。所以你被我设计。最重要的是还是用我当一个艺术家的角度，我觉得台湾这个大环境需要艺术家可以贡献的地方很多，尤其是对我们下一代小朋友，这是我最重要的。为什么要在台东弄一个艺术园区？主要的原因。自从老师提到说是愿意把这个之后，我蛮吓一跳的，所以我们就积极说好，如果要做的话，那我们就要把它变成一个新办事业了。那他跟师母都很爽快，可是我自己看得到，其实老师那个时候其实不是那么有钱啊，女儿也在生病啦，要花费大量的医药费用啦什么。这个工程要开始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我来看老师，我就说，我其实真正怕的是那个老师很快的答应了，那个后面的师母要是反对，那这个是个灾难。结果没有想到，我问他们两位的时候，老师还没讲话，师母就说：“你就让老师去完成他的梦想。”先讲话，他先讲话，这个让我非常赞叹。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一对夫妇真的是好了不起，而且是真正的让我更感动的是，隔壁有一块地，他也愿意卖给老师。我们根本那个时候没有钱了，那师母他们正好在这个关渡买了一栋房子，还没有装修的，那搬也没有搬进去，师母就把那个卖掉。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多人是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我真的从心里佩服。现在想起来，而且我们两个当时也没有想到说，一搞10几年，真的是，开始就是新办事业花了很长时间，改了又改，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经验，然后接下来就做水保，光水保也是要水保设计啊什么。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对，所以这是第一个难关我们碰到的。然后那时候也另外一个难关就是说，那时候我们也还不知道我们的资金在哪里。我那时候所有几乎都是买地了，就通通已经没有什么钱，已经花光了，是吧？那困难多了，以后。哇，这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你的愿力有多大，那等到开始执行的时候，我们中间也很多犹豫，过程中当然充满着挑战，但是我觉得也很感谢，当我们继续的把这个讯息传播出去的时候呢，带了一批一批的人来，有些是老师的朋友，有的是我过去认识的人。那么企业家都有，那陆陆续续的就开始成就了这个整个的园区的想象。
但是我们犯了一个很重要的错误，我是把它当做一般的建筑的费用来算成本，然后跟人家报的时候也是报这样的成本的，一下突然发现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就这个都是艺术品，然后连清水模已经很挑战了，上面还要再加耐候钢，还要加很多的建筑又是很异形的建筑。我跟老师其实分工分得很明确，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募款的压力，但是我从来也不让他感受到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角色就是负责撑起这样的一个梦想，中间包括了人事啦、行政啦、财务啦各方面，其实都是由公益平台的伙伴在幕后支持下来，但是因为这些都是老师不见得做得到的事情，但是老师做得到的事情，我们完全的能够而且让他是最麻烦的事情，都是总裁跟公益平台在包了。那这主要是你走在前面。讲起来，我的天马行空那个是，其实是最幸运的一件事了。不过有时候这个世界也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有那一种有一点点不切实际的理想。只有一点点的，几乎我们的理想都是很脚踏实地的理想。其实艺术是一个普世的价值，也就是不单单只是艺术家本身，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他能够散播到每一个庶民的身上，都有这种艺术的美学的细胞的话，这是让台湾走向文明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一直始终相信这一点。整个园区除了是我最大的作品，而且是最完整的作品。如果几个人可以很安静坐在我那个椅子上，可以感觉到我一辈子最精华的作品，会让人家觉得安静、希望跟美好，这是我想要的。台东给我影响太大了。所以我常常讲，台东是给我第二个艺术生命。那而且台东让我可以多活了这么久，所以因为台东真的是不一样的，台东真的很美啊！你要真的就像总裁跟我已经在这边都10几年，17、18年，快20年了。那我们会有这个机会，让全世界这么重要的美术馆、作曲家、台湾的馆长都可以到这边，有机会来这边。他有这个机会，一个人在这边自己一个人接近这个环境，接近到处来，都不跟人家讲话也没关系，都不见到我们也没关系。1个礼拜、2个礼拜，或是几天，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江贤二艺术园区，它绝对不是只有为江贤二而设的。江老师跟我大概都有同样的使命。台湾的将来的观光旅游，如果只是靠风景景点，那这个很快就会被消耗掉。台湾真正要能够让它走向进一步的文明的话，它必须要靠艺术去承载它，文化去承载它。江贤二艺术园区在台东的成立啊，我想到的就是它是可以把它带到一个国际高度的一个舞台。我想对老师对我来讲，策划园区最终的应该是属于整个台湾的能够属于整个花东的。当然最后还是要等观众来证明，但是我有很大的把握。真的，我现在80几岁了，83岁了。我这2年真的每一天起床都非常非常感恩了，因为不是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这种机会了。我是一个最 lucky 的艺术家，很多因缘机会，很多合在一起的。
当然我的作品也不能差了。又让我想到吴清友讲的一句话：“一人一条命啦。”然后我跟总裁10几年前在台东又碰到，如果我们10几年前没有在台东碰到，今天应该完全不会有现在的这种情况。傅老师，我要修正你讲的话啊，就是说我是一个很挑剔的人哦，虽然我很 nice 哦，我这一生里面啊，就是说，看到的艺术家有几个层面，一个是我希望他们可以广泛的可以对这个社会有教育的影响的感动的功能，但是要找到一个极致的对自我有相当高的一种期许，同时本身又有那个天分可以往前发挥的凤毛麟角。那么我觉得江贤二绝对是在我的名单里面的首选啊。更重要的是其他的艺术家、原住民的、非原住民的，他们被看到，所以是因为有江老师，才会有我们后面的这些动力，跟这个后来大家共同的这种因缘。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